经典被美国放弃的代理人小西贡志明市，美国就重新介入越战。甘乃迪总统他说南越绝对不能倒，他完全低估了当时越南人。这个战争完全在美国的剧本之外，变成整个大东南亚的战争。到了詹森总统的晚期，超过50万大军，结合所有在东亚地区的盟友，全部参与内战，连中华民国台湾都派出军事顾问团，已经变成一场缩小版的世界大战。美国口号叫什么？我要把越南炸回17时代，70、80万的美军在东亚地区作战。他就认为北越纳入美国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内，逼迫北越投降。美国所投入的炸药几乎把这个小国家全部彻彻底底炸了很多遍。就是北越就发动历史上的新年攻势，发生激烈的枪战，差一点大使馆都守不住。这一战就把美国公众的信心完全打垮。真正不上台，开始寻求和解，要重新再回到离开快要30年的中国大陆。这也注定了越南即将被放弃。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那另外一个经典被放弃的日子，我们刚才讲完中东哈，那我们来讲讲比较近的例子啊。另外一个经典被放弃的代理人是谁呢？南越啊，这个国家已经快被大家给忘记了啊。大家也知道，在美国有很多的社群啊，如果是越南来叫什么 Little Saigon 小西贡。哦，这个城市今天名字叫做胡志明市，哦，越南南方最大的城市哦。那1954年，随着那个日内瓦协定的签订啊，等于是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就彻底失败，彻底结束了哈。之后就进入所谓南北越时代嘛哈。这样南方当然后来就有几个军人，就是阮文绍、阮高祺哈、杨文敏、阮敬啊等等这几个军人，少壮派军人所组成的一个军事政权，他们先推翻了保大皇帝，然后在南方搞了，在美国的支持下搞了所谓的越南共和国嘛。那北方当然就是所谓的越南社会主义啊，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共和国在北方，就历史上所谓的南北越。其实这个状况我们看起来好像跟南北韩，就是所谓的朝鲜半岛、朝鲜跟南韩的状况，从地图还长得有点像。对啊，没错啊，要平分一个狭长的国家嘛，就是这样。所以到1961年的时候，美国就重新介入越战。当时甘乃迪总统甘乃迪总统当时提出一个骨牌理论，他说南越绝对不能倒哈。南越的确对美国当时来讲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了哈。它等于是南中国海的一个延伸嘛，还有很重要的，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港，就是金兰湾啊，也是美国曾经在东南亚最大的基地啊。1961年的大概是秋天了，大概9月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正式派遣美军进入到越南，协助着南越政府作战。美国一开始的时候，他所定位就是说，这只是一场协助南越协防的战争，就是他完全低估了当时越南人民，尤其是北越人民。还有他的政府，包括领导人胡志明、吴元甲等人追求越南最终的民族国家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所以这个战争完全在美国的剧本之外。我们今天看麦纳马拉、尼克森等人的回忆录，我们就知道基辛格回忆录有讲过，完全在美国的预料之外。美国本来认为说，只要给予越南一定程度的军事打击，越南就会跟朝鲜一样乖乖的，对不对？就安守在北纬17度线。就类似38度线这样的一个停战线上，完全超乎美国意料之外，而且逐渐向周围延伸嘛，延伸到辽国，延伸到柬埔寨就辽国就大陆说的老挝变成整个大东南亚的战争。那美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持续增加投入。后来甘乃迪总统死了之后由他的副手詹森嘛。詹森总统时代是越战扩张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美国到了詹森总统的晚期，美国就已经投入超过50万大军了，各位，很夸张。而且当时美国当时还结合所有我们看麦纳马拉回忆录，结合所有在东亚地区的盟友，全部参与内战。我告诉你，到后来越战就有点像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变成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等于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当时包括韩国派出的青龙旅、白马师、猛虎师2师1旅澳大利亚派出2支特战旅，纽西兰派出2个炮兵营，连中华民国台湾都派出军事顾问团。当时中华民国的军人也加入到南越部队里面帮忙作战。那北方更不用讲了，苏联、中国大陆都支持这个北越之外，当时北越主要的武器是由东德跟捷克在制造。你就知道已经变成一场缩小版的世界大战，我们可以这样讲当时美军57万美军进驻越南作战，另外在亚洲周围地区，包括台湾、南韩、日本、菲律宾、泰国，另外还有22万美军的后勤部队。
你可以看这个规模有多大哈，70-80万的美军在东亚地区作战，你就可以知道了吧。这个战争打到1966年、67年哦，后来那个当时的丹森总大陆叫强森吧，就非常希望战争能够赶快结束。在麦纳马拉当国防部长，麦纳马拉回忆录当中，他就认为，如果把北越就17度线以北也纳入美国空军的轰炸范围之内，就可以逼迫北越投降。就是历史上我们知道几次河内大轰炸嘛 ，B-52轰炸机哦，当时美国口号叫什么？叫做Back to the Stone Age， 帮 Vietnam Back to the Stone Age， 我要把越南炸回石器时代。整个越战的美国所投入的炸药量是第2次世界大战加韩战的3倍，几乎把这个小国家全部彻彻底底炸了很多遍这样子啊。可是竟然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吃老兵皮啊！美国1967年的12月，美国政府信誓旦旦向美国人民保证越战要结束了，北越已经被炸垮。就1968年的1月，这个北越就发动历史上的新年攻势嘛，这一仗就是直接打到了这个南越的首都西贡，当时包括美国大使馆、中华民国驻西贡大使馆都受到猛烈的攻击。当时中华民国大使馆的围墙都被北越用炸药爆破，越共游击队攻入中华民国大使馆之内啊，发生激烈的枪战，然后我们的军事代表团阵亡10几人。差一点大使馆都守不住，到这种地步，这一战就把美国公众的信心完全打垮，所以美国就开始后来等到尼克森政府之后，美国就1968年之后，尼克森政府上台，一方面持续轰炸，二方面也开始寻求所谓的和解这个在基辛格的回忆录里面就写得非常详细这基辛格我们可以说是像魔术师般的外交官是蛮了不起的。这个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照片，就是当时在华盛顿100万人大游行，瘫痪整个华府美国人，各位有看过《阿甘正传》吗？里面就有这一段当时美国这个号称越南的第2战场就在华盛顿，打到整个美国社会危机重重。这个基辛格跟尼克森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们看到一件事，就是美国深陷入中南半岛的泥沼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在整个东亚的大陆上面的它的地缘战略上有的劣势它应该要重新再把眼睛再回到已经离开了差不多快要30年的中国大陆自从1949年之后，美国的势力就从中国大陆可以说完全撤出了但实际上美国重新检视才发现，当时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当时的苏联尤其是从那个斯大林死掉赫鲁晓夫之后1960年代之后，这个其实是矛盾重重的，有领土的矛盾，有意识形态的矛盾当时中国大陆是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嘛，当时中国大陆的口号是反美帝反苏修，苏联修正主义讲的就是赫鲁晓夫这个后来就上演了非常精彩的一段尿遁嘛，1972年所以你看，不是中国历史上尿遁，美国历史也尿遁这个基辛格就从巴基斯坦尿遁到北京然后当时会见了中国的领导人，开启了美国跟中国的一个就关系走向正常化最后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到了70年代，美国跟中国大陆随着尼克森访问嘛，签订《上海公报》之后，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完全正常化了其实这也注定了一件事，就是越南即将被放弃。但是1973年的时候，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就是要当时的阮文绍政府跟北越在签订了巴黎协定。其实这个在阮高祺回忆录里面就有，阮高祺当时越南人的会场谈完之后出来，马上就指着美国人说：“你出卖我们。”就是我出卖你，你又拿我怎么样？越南人能怎样？1973年的时候，美国就把所有在越南的驻军，除了保护大使馆的少数之外，全部都撤退了巴黎协定签订之后，阮文绍总统，当时南越总阮文绍总统第一站出外访问，争取亚洲国家的支持，到哪里各位知道吗？到中华民国台湾，到台北，当时还会见了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还跟蒋介石总统也见面，就是希望亚洲国家邻近的国家能够继续给予支持。但南越实际上已经4个字离心离德北越在越南战争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成功把这场战争转化成民族战争。南越是美国所支持的傀儡政权，那美国是入侵者。这个就已经完全在这个心态上，在整个民族情感上就占上风。你看1973年放弃，1975年越南政府就垮台了，4月这个越战就结束了。
所以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对不对哈？留下许多经典的镜头啊。最著名的叫什么？西贡铁拳，一拳打过去，当场把这个要上飞机的越南人呢给打垮了。哦，一拳打下去了，你再抓着直升机就飞不起来了。当时美国放弃阮文绍的说法，其实跟前面我们讲他在放弃巴勒维的说法，学长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说你这政权不行了，那为什么不行呢？对，因为你贪腐啊。对，几乎完全一样啦，几乎完全一样。美国在放弃他的盟友之前，第一个他的方法就是开始发动他的宣传机器嘛，开始说你这个盟友贪污腐败无能低效，我给你的补给都被你贪污掉了，然后你的军队又没有作战效率，屡屡失败。简单说就是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啦，所以你今天这个局势失败，完全必须要由你自己来负责。就是我们看多了，我们就晓得这个它就是这一个套路，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责任自己很危险，对不对啊？阮文绍总统后来越南沦陷的时候，在台北一直住到80年代，住在天母，哦，这个或者讲泽伦斯基之后，当然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哦，我希望他能够平安吧，只能这样讲。其实作为一个代理人哦，当美国在大国博弈的时候，当他需要转向的时候，其实代理人是最为危险的，非常危险的。